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声音？现在有没有声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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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有就好。刚刚是一个澳洲的朋友啦，一个也是一个粉丝啦，这突然给我打电话，每次都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我等一下下播我就把他拉黑了。这个人好奇怪，你知道吗？你既然是我的粉丝，你不知道我这个时间在直播吗？啊，没，只要这个时候电话进来，我一把电话按掉，它就变没有声音，不知道为什么哪里出问题了，每次都这样，唉，故意的样子哦，而且你如果是我的粉丝，你不知道我现在直播吗？你已经连续几次给我打电话了，每两次都是这样，没有播到一半没有声音，都是因为他打电话进来了。我跟他我不好意思，我等一下给你拉黑了哈，拍谁？我不跟你玩了，真的是让你居然不知道我什么时间直播，你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气死人了，真的是。应该不应该这个不是被搞，这个是澳洲的台湾人啦，台湾的朋友，奇怪了，我讲话多，我讲我袂记啊。讲到忘记我刚才讲什么。好啊，好了，朋友们，再帮我点赞一下吧。我听到忘记了，谢谢。哦，这个思路哦被打断就乱掉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讲这些东西是没有草稿的，没有稿子的嘛，都是自己的整个思路延续下来的。那现在搞了，我现在思路都乱掉了。哦，讲到中医了，中华文化，对了，对了，我们还是我们现在个性要改变一下，支持啊，我们还是尊重别人啦。哦，我今天不讲什么，不讲去打压人家了，这个没意思哈。但是所以我说我们台湾真的需要一个什么台版的明治维新了。台湾人在这一块的素养还是差的很多，还是差很多。台湾在这一块啊，你会发现，当台湾进入已开发国家的时候，台湾确实有一些东西的还没有跟上来。推广台湾文化，当然推广台湾文化，我们台湾的黑潮文化，台湾的一些文化，这东西就是说，其实台湾为什么我讲过嘛哈？为什么西方人啊，包括荷兰人先找到台湾，比中国人更早找到台湾？为什么？最早的台湾为什么是荷兰人？为什么不是中国人？他不在我们对岸而已吗？黑潮文化嘛，各位这样哈，地球是这样转的，对不对？就这样转了。这样子，然后那个洋流不就会这样冲过来吗？冲过来不是打到什么，撞到什么菲律宾吗？就菲律宾的时候呢，它就分两股，一股往上，一股往下。往上那个黑潮就来到什么恒春嘛，屏东嘛，然后就分两边嘛。然后这个黑潮直接过了台湾之后，直接冲到哪里？冲到 Okinawa 去了嘛。所以中国人发现日本比发现台湾还早，因为你如果从福建这边出海的话，大部分会被洋流冲到什么？冲到 Okinawa， 冲到日本去。而为什么叫黑水沟？那越过黑水沟很难，因为这个黑潮的流速1秒钟1.5公尺，只比如惊喜1.5公尺，海流这个算快了，你知道？所以1个小时就4-5公里哦，时速4-5公里的海流是很吓人的。古代的那种人工划的那个呢，那个真的会很难过来。所以我们以前听到一个什么鉴真和尚到日本去东渡到日本的那个故事，最后他从哪里出发？你知道吗？他从雷州半岛出发，他从雷州半岛出海，然后呢顺着洋流，顺着黑潮被冲到什么？被带到日本去。这个东西没有人教我们啦，所以为什么台湾最早进入台湾的文化是荷兰文化，叫蓝学嘛？为什么不是中国人？为什么后面什么郑成功来才有什么大清，还有明朝、大民国，还有大清国，他们来到台湾嘛？这个都在荷兰之后嘛。
这个是有它的道理，所以但是台湾的政府没有人会教你这个啦，没人给你教这啦，包括我们的民进党政府也不会教你的。各位，因为民进党政府现在已经是中华民国了哈，我跟你讲，我现在对他们的感觉就是你就是另外一个国民党人，这有什么奇怪的？我有讲错吗？打压中华文化，你天天喊着台湾要独立的人，现在执政的开始要打压台湾文化了哈，是不是？就是就这么简单了，是吧？哎，对啊，中华本来就没有文化，中国就是个吃人文化。历史上我讲吃人是真的吃人哦。中国以前叫菜人嘛哈，所以中国的文化一直都是最野蛮的文化嘛。那些什么文明，那些都是为帝王服务的。所以中华没有百家争鸣的时代，曾经有一小段百家争鸣的时代。所以中国人不讲究这些所谓的什么学问，不做学问嘛。他们所有的学问就是什么，读了一些书，卖与帝王家嘛，帮帝王服务嘛。所以我就说你们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几千年来都是奴隶的，奴隶大国嘛。就没有我们祖先是做官的，做官的也是高级奴隶而已啊，是吧？做官的是高级奴隶而已啊，不是奴隶吗？就中国这种从来没有过文明的国家，就是什么帝王，他是什么黑社会轮流坐庄的一个文化，这种就不叫文化，这种就是什么，就是这种低俗的东西嘛，是吧？所以说常常是吧，野蛮征服文明嘛，中国就是表现最野蛮的民族，要征服世界，他想要征服世界嘛，不好意思哦，但是现在文明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冷兵器的时代，真的野蛮可以征服文明哦，因为野蛮拿一把弯刀，骑着大马冲进来，你再文明也没用啊，是不是？现在不是，现在文明是武器，是什么科技的迭代，科技的什么代差，所以现在是野蛮征服不了文明啊，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好不好？已经过去了哈，所以台湾人真的很多人。台湾，你真的要多看我的节目呢，我会让你感觉到什么叫自信，什么叫我们台湾什么叫呢？百年崛起，百年腾飞，百年崛起，这些东西我们在的论述是坚实，脚踏实地的论述，坚实的哈，绝对没有一点空洞的东西，是吧？看起来很好玩哈。台湾人应该先找到自己的文化。找到自己的自信嘛，这个刚刚就讲台美文化是最棒的。什么叫台美文化？台湾人的勤奋加上美国人的文明嘛，这个天下无敌嘛，是不是？是不是会不会天下无敌？当然天下无敌，因为我们要往左边靠了，我们不要那些我们要往右边靠，不靠左边嘛。美国人其实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工会太强，所以有点太懒。曾经的美国。它的制造业占全世界75%，二战的时候，美国的 GDP 占全世界75%，一个国家占全世界75%。现在美国的 GDP 大概还有占全世界一半左右哈，那个时候是最高的75%嘛。所以美国一直是个强大的国家。现在为什么他们在晶片上没有办法跟亚洲国家比？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哈，我们叫什么夜鹰部队嘛，24小时轮班制嘛，对吧？一切工作优先嘛，高阶的在台积电高阶工程师是不能关机的哈，晚上睡觉是不能关机的，因为随时有事情，随时就召回厂里，只要稍微一个地震，不好意思，新竹高速公路马上塞车，因为所有的工程师回家睡觉，工程师要马上不用 call， 马上就开车回厂里去哈，回到工厂去把这些什么。地震造成的伤害自动自发把它弄好，把它维护好。西方人才不管，时间到了哈，直接下班走了，他不管你什么机器什么运转不运转。所以这种西方人这种所谓的左派思想，其实是一种极度自私的思想。人有时候个人主义很重要，集体主义也很重要。集体主义跟个人主义要找到一个平衡。否则你过度强调个人主义，而没有讲到集体主义，那个国家就像美国这样，
台积电为什么到美国设厂会那么困难？人工的问题。而台湾在这一块上，我们一直持续在进步嘛，你怎么追得上？你白人这种思想哈，包括德国也一样啊。德国你说你像我们台积电，像我们台湾的工人这样，这个工程师一样哈，24小时轮班，谁理你啊？是吧？这个就是也是我们是吧？我们赢人家的地方，又聪明。我说台湾是全世界平均智商最高的106.5哦，106.5的智商是全世界平均最高的。这句话不是我自己吹牛，人家统计的啊。所以台湾未来的科技能够持续100年，再持续个几百年都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确实是一个聪明又勤劳的国家嘛，聪明又勤劳的人民嘛，是不是？但是因为我们又有民主，又有自由，又有法治，这些东西，我们有西方的特色，又有台湾的特色，台湾人的勤奋，加上什么？台湾的勤奋，台湾人的智商，加上西方人的民主思想。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东西，造就一个什么？一个泱泱大国在台湾这个小岛上诞生了啊！一样是你们所谓的汉人，为什么中国不行？中国制度不行啊，是不是？制度不行啊，因为共产文化嘛。而且你太强了，中国国家又给你拉下来了。习近平当年看到你们中国太有钱、太强大了哈，直接把你们全部什么拉下来，让你们变成一个贫穷的国家嘛，愚民政策嘛，穷民辱民什么疲民啊，一大堆这些东西嘛，这东西不会改变的，各位不会改变的。中国几千年来说，哎呦啊，这愚民武术都那么多年了，为什么还在用？我告诉各位，中国人的思维绝对不会改变，绝对不会改变。他没有被什么，如果不被文明国家殖民个300年哦，根本不会改变。300年是中国鲁迅他们那些人讲的哦，不是我讲的哦。怎么说没有被列强殖民300年以上，中国人是不会文明的。再证实了我们的说法，是不是？好不容易上去了，被习近平一把就抓下来，为什么？骨子里的支那思维是没有变的，不会改变的，好不好？不会改变的，所以这样很好啊。我觉得你们继续斗吧，你们国内中国人自己去斗吧啊。那我们就要走我们自己的路了，我们要百年腾飞嘛，走我们的路了嘛，是不是这样？这个就是嘛，就是台湾现在真正的价值就在这里哈。台美文化、台美党、台美派，太强就微笑组织这个事情中，居然在这个时代还有这种说法，功高还会震主，是吧？你人民过得太好，我第一个把你们扯下来，不是外国人，是你的组织你的组织不想让你的人民过得太好，所以中国从来都是这样哦，从来政府皇帝从来都不想让他的人民过得好，永远那么疲于奔命了。这种邪恶的文化，居然到现在21世纪了还在被使用，有恐怖不？你们自己想想有没有恐怖？这个就是说，我们怎么可能跟这些国家去有任何什么？你跟他去有任何接触，你都觉得恶心，好不好？在那样的一个文化熏陶出来的孩子啊，哪怕最优秀的，我跟你讲，人格都一定是阴暗的。我真的见过这些中国那些小孩优秀的我见的太多了，甚至是什么天才我也见太多了。哪怕天才，哪怕聪明的，他们人格里面那个阴暗的东西，你永远你永远不知道他哪一天要展现出来，是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回台湾，为什么回来？我觉得那一块土地不适合我。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一样搞阴暗那一套，我们的人格做不到那一点嘛，所以我发现我回台湾过得更开心啊，发挥的更好啊。在中国我就没有办法这样，因为中国不会让你我们这种什么，我们这样的文明的思维在中国其实是没有空间的呢，没有空间的所以我是建议的，台湾人你们还该回来还是赶快回来。台湾才有机会发展了，留在中国你就等死而已了，那就在自欺欺人，等死而已，好不好？好了，最近
最近很多人在什么叫支持鞭刑哈？我觉得现在台湾的社会公义的社会公平公义一定要得到伸张。首先虽然那个是国民党讲的什么鞭刑啊，但是我觉得这对了我们就真支持嘛。鞭刑我是支持的，判死刑之后1周内执行枪决，这个也是我绝对支持的，是不是？现在人就是台湾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要严惩坏人，保护好人，这个是你国家要去立法保障的。左派那些的废死联盟，千万不要再碰废死了哈！我看执政党如果再碰废死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什么同性婚姻啊、废死啊，那什么这些东西，绝对是你执政的什么，你执政上的什么最阴暗的一个点。台湾现在就是这样啊，你过度保护这些东西嘛，废死联盟这些东西，真的我一定要有人去强调，我们要给政府知道说这些东西你该去做的哈，不是说哦，我现在枪毙一个人，那明天什么？国际人权组织就来了，你管他来啊？你管他来啊？这个人作恶多端，为什么不能把他枪毙掉？凭什么我要听你国际人权组织？你们自己国家的事情管好就好，不要管到我这边来。我台湾已经什么？我台湾已经强大到我不需要在乎你们这些国际人权组织了。林北今嘛晶片不你我晶片要不要卖给你？我伺服器要不要卖给你？是我决定的，不是你决定的。所以你什么人权组织到我这边都是没用，我都不会把你当一回事，因为你要听我的，我要不要把晶片卖给你？为我全国，我全台湾全国开到最大极限的产能，我都还不够供应世界，是不是？林北为什么要管你？是不是？林北为什么要管你？是吧？是你要就是绝对卖方市场台湾实在太善良了哦。如果这个是中国了，如果这个价值，这个什么，这个价值在中国的话，一定给你涨3倍。我跟你讲，给你起3倍哦。而且因为没有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做得过我，那我就价格我如果我们如果涨3倍，生意会不会还这么好？当然还会这样好，而且可能会更好。为什么？因为赚对更多的钱，开新厂更方便嘛，是吧？有更多的钱来投资新设备，投资新厂，不是坏事台积电那也叫勾引哦，真的很奇怪，台积电怎么会那么老实哦？怎么会这么老实呢？2奈米才卖100万一片我要是我就卖300万了，是吧？是不是很奇怪吗？不奇怪啊，本来我就有这个价值啊，是不是啊？民进党真的真正伊拉个继续走下去各位，不是说我们他打压我没有关系，不要我回过头来打压你就累了，我跟你讲因为你继续走下去嘛，你继续走下去给了我们多大的空间啊！各位，台湾现在有能力成长的政党，我跟你讲，只剩我们台美党跟护国党了，其他的那些小党他们已经完全没有机会了。他们连论述都没有，我就问你啦，时代力量、绿党、基进，他们的论述在哪里？他们已经堕落到没有论述了，各位，一个没有论述的政党怎么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是我认为台湾最有机会未来的新兴政党，绝对是台美党跟护国党，绝对是我们。大腿抱紧一点，我跟你讲实在，大腿给揽较歪你就会跟着我们这个政党一起腾飞。而我们腾飞绝对什么？虽然我们是右派政党，不是右派政党就不能搞社会福利啊！你不要，社会福利不是左派的专利啊！不要以为只有左派能够搞社会福利，而是我们右派的社会福利是要合情合理合法的，而不是养懒人嘛，对不对？右派的社会福利，我的见解啦，右派的社会福利是什么？维持你最低的生活水平。如果你失业了，我会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让你不会饿死，而不是让你过得好。西方是这样的，上班人赚1000啦，不上班的人什么社会救济金可能拿700了。我问你，那这样的差距，上班有意义吗？我们就不是这样，我们绝对会主张我们一个合理的社会福利。上班的拿1000块
失业的拿400块，300、400、500左右，让你说饿不死。本来社会救济就是让你饿不死啊，我那社会救济让你过得很好，按叫社会救济哦，那个叫什么？破坏社会的真正的平等。我们不要像左派那种齐头式的平等，我们要立足式的平等，这是右派思维，保守派的思想就是这样。其实这个东西理论是非常简单，右派的理论是非常简单，一点都不奇怪啊，只是什么人左了哈，人左了那个脑就残，人左太久了就脑就残，其实回归正常就好了。我们右派的保守派其实没有什么高深理论，就是回归正常的杀人偿命嘛，是不是啊？社会福利是保你不饿死嘛，不是让你过得跟什么跟上班的人差不多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啊！社会是要分3、6、9等的，各位，社会人类社会是分3、6、9等的，不要告诉我什么齐头式的平等，那是最危险的，好不好？道理就这么简单了，刚好就困难，为什么那么多人做不到？左派好糊弄人民嘛，我左派我管你，我就给你把福利挤到最高嘛，然后什么国家财政就开始什么，国家财政就开始崩盘嘛。那反正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没关系啊，我总统做4年，我总统做8年，我就下来了。我那个举债再多，那下一任总统来搞了，跟我什么关系？这个就是什么？社会在撕裂，哦。对啊，他们说而且现在所有的什么，民进党你要赶快掌握主动的论述了。我现在真的在督促你了哈。我今天开始不骂你了，我今天开始不再骂你了。真讲，因为我觉得你也不值得我骂了，骂那么久你也没改变了哈。那我干嘛要骂你？骂你把你骂聪明了，那以后不是阻挡我们台美党的成长？你尽量蠢下去没关系啊，民进党，你继续给攻了，当一群蠢的，现在我一点都无所谓，好不好？好，这样我们台湾党才有空间嘛，才能显示出我们的英明嘛。你不那么蠢，我们怎么会显得英明呢？是不是啊？所以呢，真正的要挺核跟反废死的方向才是对的。很多中间选民不选民进党，就是因为民进党反核又挺废死。我在这2排，我们台美党这2张牌是紧紧的握在手上，基本盘就回来了。我跟你讲，紧紧的握住这2张。当然，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要争取美军来驻台啊，我们要争取进而成为美国的海外属地，美国的一州。这个一系列的发展下去啊，然后我们现在什么要搞什么？要搞无人机？各位啊，老大啊，各位老大哥啊，各位老大姐，各位老少爷们啊，我们做哪一件事不是最脚踏实地的？我们推动这些东西不是哪一个不是最脚踏实地？我要来刺激执政党，我现在不骂你了，我要做给你看了，我做给你看，看你到时候要不要来跟着我做嘛？你们的论述都慢慢的学我的论述了嘛？那我现在做给你看嘛？对，无人机训练培训中心嘛，是不是？另外一个黑鹰，我不叫黑熊，我叫黑鹰部队。无人机不是老鹰嘛，叫黑鹰部队嘛，多好！我跟你讲，瑟瑟发抖就是这些什么，瑟瑟发抖了，当然是共匪了。共匪是第一瑟瑟发抖，第二瑟瑟发抖是什么？躲在我们国家里的深层政府，这些人只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这些人也会瑟瑟发抖，因为我们台美党的崛起，将是你们这些什么不作为的这些人最大的噩梦。我不骂你了啦，我干嘛要骂你？把你骂醒了，我怎么办？对不对？我不再骂你了哈，我现在捧你，捧杀，捧一捧再掉下来啊，把你捧高一点，然后说一松手那里摔死，对吧？那我们政党就是这样要起来，我们政党要再这样起来，好不好？民进党本来就在监看我的节目，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打压我的人，是吧？我就问你了，那些脱北夫妻他为什么要打压我？
如果不是民进党示意，他为什么要打压我？我跟他不认识啊，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人啊，是他们骂我之后，我才看，怎么有这两个小不点呢？哈，是谁啊？我完全不知道哎，但是他可以1个小时发一篇文章，把我们骂了几天哦。当我们要告他之后，我再去看，好像没有了，根本就没有在骂我，因为我们告他了嘛，是吧？我们昨天凯莉就说要告他，他们这1-2天就乖了嘛。潮转绿这一批是社会的乱象，潮还是潮，潮只是换了阵营，它不会变成人，所以潮还是潮。所以这一群潮转绿反而是破坏性最高，因为他要投名状啊。但是我们不跟他们玩啊，我们做我们的事情啊。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哪里是这些？我们的规划，对社会的规划，对什么？对前途的什么？对前途的什么的宣传？我们的台湾的百年腾飞、百年崛起，这哪是这些草听得懂的？他听得懂吗？他如果听得懂，他就不敢在这个时候骂我们，因为我们的论述将会成为全民的共识。慢慢的，我们只差宣传，我们什么都不缺，好不好？本党什么都不缺，就缺宣传。所以你只要让我1天、2天、3天、4天、1年、2年、10年、5年、20年，我这样，我余生就做这件事，把它什么，把宣传的力度加大之后，哪一天被台湾人只要听到我的论述，我跟你讲，基本上都能接受了，都能接受，因为没有别人能够这么透彻的告诉他，台湾是有好的方向可以走的。我们那叫百年腾飞，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只有我们台美党人告诉你，台湾是神圣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块圣地，因为我们真的要飞上天了，要百年腾飞了。连这块代志没人跟你讲啊，没有人告诉你啊，只有我台美党告诉你啊。因为我们也在这样执行啊，我们也确认这个事情啊，而我们这当中还要什么？还要一系列的推动嘛。如果你愿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会告诉你一系列的努力的方向。如果这个方向是对的，那我觉得你离成功就不远了，好不好？潜力好的，那这潜力拿台湾身份证不是正常的吗？你如果整个政府不在体制上做改变了，他们熬几年结婚，过几年如果像什么三官那些人拿台湾身份证，你也不奇怪啊。那现在已经红化了，彻底红化的中配，他还是可以拿台湾身份证的，你怎么办呢？没关系，交给我们。如果你就不要让我执政，我跟你讲，你哪口我执政哦，我绝对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什么痛不欲生。相信我的话哈。我是右派的哈，我是右派的，我不跟你玩那些什么，我不跟你玩那些什么虚的，我们都你看我们干的事情都是实事哦，我从来不玩虚的东西哦，靠那张嘴巴讲那些让那虚无缥缈的东西，我从来不讲这些东西，我们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陆美联邦啊，美国驻军台湾，然后台湾无人机，百年腾飞，亚太营运中心，世界金融中心。台湾什么台版明治维新，一系列东西都要去推动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什么绝招摊在阳光下，我们的绝招是摊在阳光下啊，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们不藏私哦，我们没有一亩三分地啊，我们是有广袤的田园啊，我们不是一亩三分地啊，我们不会说小气到我们的东西不让人家用哦，好不好 ？Crystal 70块，短谢谢。甲乙丙60块，短谢谢。口比口卡30块，短谢谢。请问廖董对陆委会做民调，80%民众不接受一国两制的看法，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看法我只有一个看法，我马上想到什么？80%人不接受一国两制，就是80%人是什么？就是什么反共的？难道至少是什么？不接受中国统治，那就表示我是偏独的嘛？以前偏独没有那么多啊嘛，各位啊，我们那个时代啊，像这种不接受一国两制，大概10几20%呀，基本上我背想啊，就有80%啊，各位，那表示什么？
台湾这个基础盘啊，抗中保台这个基本盘越来越扩大了。加上我们如果说我们台美派啦，我们台派啦，跟自然军的结合，我跟你讲，那个还会再往上冲。这个论述再让台湾再扩散出去，这个8成可能哦，8成现在是地板而已，还会天花板还没到，天花板还没到，信不信？所以说那我们大人大警啊，就是要做这个有意义的事情了。那大人大警啊，不要再去做那个虚的嘛。国民党玩虚的，民进党玩虚的，民众党玩什么？玩诈骗。只有我们标准的论述在什么？为这个国家做长远的什么深谋远虑的打算嘛。总有人会看到嘛，总有聪明人会看懂嘛，是吧？这个全台湾现在只剩下台美党跟护国党是有能量的，是有发展空间的，是什么？是真正抗中保台，是台湾的精神，台湾的脊梁，好不好？好不好？对啊，被渗透很多啊，所以我说美军来驻台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跟你讲了，台湾现在所有的问题了哈，我们就没有机会。很多啊，你不是说要去跟美国谈？我跟你讲，没有那么简单，一定要我们党有一定的影响力，至少像柯文哲一样，像民政党一样有8席以上、10席以上立委的话，我可以保证我们到美国是可以被就是嘛见到川普，不过那个时候川普已经下台了，我们就可以跟美国的政府真正的搭上线。你现在一个刚刚成立1个多月了，你怎么去搭上线？搭上线，所以我们台美党在美国是有驻美代表，我们也请他们多努力嘛，看可不可以跟共和党搭上线，没有那么容易啦哈。我之前讲过那位先生哈，因为人家也在看我们啦，他虽然是我朋友的朋友，他们也在看我们的能量有没有起来了，这就很现实哈。政治是比什么都现实啊，政治比生意还现实。你没有能量，你说什么都是屁话。所以首先要把自己的能量展现出来，好不好？8成多，8成还算少哦。靠，刘全峰，你真的是民主国家哪会9成的啦？8成都很吓人了，8成都很吓人了，对吧？8成都很吓人了。你看那吓人的行台独的比例才多少？今天有8成都很吓人啦。但是有一点问题啊，你在新北要不要觉得要努力一点？你要真的要努力一点了。我们有8成多结果你才4成是不是有这是嘛？就是支持台湾的人，居然还有一半不支持你啊！支持台湾的人哦，不是舔共亲共的这些人哦，这些人里面还有一半以上不支持你啊！你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我是建议你真的要依照台湾人的什么？台湾民心所向，民之所欲，常在我心。这句话真久没人讲啊，但是其实这个才是重点啊！不要刚愎自用，好不好？我们都还没有民意基础丢啊，做啊，慢慢做啊。不会啊，我今天给我们加持了一下，我就觉得精力充沛了哈，是吧？因为他跟我就今天来看我这位师姐，他跟我讲很多嘛，说你的路数是对的啊，你的路数是这么清新，而且是这么直接，你根本就不怕任何强权。你既然都说你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对啊，我不但死都不怕，我还会用这种不怕死的力量去冲锋陷阵啊，是吧？你还怕什么？不要看小啦，对吧？以前中国古代啦没有中国，全世界一个新势力的崛起，不是说你的基础有多大，是你的论述对不对，论述吸不吸引人。只要论述是吸引人的，论述是对的，你总会有渗透出去的时候，总会有让很多人看懂你的时候，这个才是什么真正我们的价值。反正我今天是充满了信心的，我内心充满了一团一团的火哈，一团一团的火。赖世宝说台湾是中国的，
但是吧，他们是红统派嘛，红统派你就看这个那比例了，红统派已经又跌下去，又跌回去了，又变少了哈。这个就是你看赖清德的那个，只要制度一上来，红统派的制度就跌下去，是不是？红统不是之前涨到22%啊，吓死人了。现在看起来，如果以现在的民调来讲，应该要掉回10%几的啦。早期最低的时候，一个只有个位数而已嘛。这个要看我们自己的哈，让我们这些人，台湾的未来是交代在我们这些人手里的。民进党不是我说你了，你要是不能真正觉醒的话，真的后面有人会很快赶上来了，很快台美党就赶上来了啊。对啊，宪法法庭从是我们逼出来的，本来就是啊。民进党只有4成，民进党都不喜欢赖清德，这个我们跟他讲，我知道独派不喜欢的，台独是真的不喜欢赖清德，这个是事实啊。所以为什么他们支持者台派里面他占不到一半嘛？真的检讨啦，真的，但我们既然要做一个国家领袖，当一个总统，你真的要广开言论啦。广听言路啦，这是最重要的代志。这些东西做不到，你也不过是另外一个国民党而已啊，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哪一天被抛弃，哪一天被人民抛弃人民不会有任何犹豫？如果你们现在继续这样下去，当有一天人民要抛弃你们的时候，他不会有任何犹豫，好不好？哈。8点20啊，超过遐久啊，好啦。东豪哥说，公投搞不好51州人更多，嘿嘿，对吧？是不是？我跟你讲，继续让这样的工作，就慢慢有人要靠过来了。我就跟你讲，我们绝对正确的论述是绝对吸引人，很多名嘴就慢慢靠过来了。这就是咱的成功啊！某一个人可能会开始行到错赛，你知道吗？哎呦，这个两个小老头创了2个党，怎么能量越来越强呢？因为我们做对的事情嘛，是不是？很多人在看了我们的节目，我告诉你，相信我，很多人在注意我们，很多人，尤其是524之后，虽然来的不多啦，虽然我认为是我自认是个失败的活动了，但是其实把我们的知名度真的打开了。例如民视改成直播4个小时，我就干不了。民视你以后找我上节目，我一定上，免费上不用给我通告费，我都会去啊。你都敢给我直播4个小时，你怕什么？对不对谁对我好，我就要对人家好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讲一口，行人一道，台湾人的个性这一次只有民视给我们报最多嘛，所以我们还是要我们要回过头来投桃报李啊，是不是你不觉得524失败那可能我的要求比较高啦，因为我实在是我觉得规个刚没困了，你知道我是不想说的，那以前难受的真的快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感觉讲怎么会这样？我跟你讲过嘛，我认定会有多少？我认定会有1万人以上啊，因为我的粉丝我都认定会超过3000了，因为我1000多个什么赖友，他们都说要来啊，还说要带家人来啊，所以我那时候认定光我的粉丝就超过3000啊，整体超过1万很正常啊，结果整体没有超过500，可能我的期待太高吧，不过很好了，我现在面对现实了我不难过了，我已经面对现实了，重新再来。仲秋30块短信，谢谢廖赏，晚安。我跟我工作地方附近的外送几乎都是投蓝白，甚至有红的。我的同事看到也是直摇头，那没有办法对啊，他转念，有啦，也在转念的0530是我们在那个什么，在那个台大会馆的一个小活动，那个人不多啦，那个场地可能顶多来100人所以没有那么那个啦，这个不是0530不是大活动不是大活动。
外送很多小炒，是吧？我跟各位讲，我从来不点外卖的，我这辈子在中国我也没点外卖，我在台湾我也没点外卖，因为我觉得那个叫我干嘛点外卖就会欺负人，你知道？你奶奶你要吃东西，你不会下楼去吃啊，你不会出去吃啊，你为什么叫人家光买是不尊重人啊？好像几十块钱就让人家送到你家里，一起所以我是个很惜福的人，各位金讲共好，一个人的福气是固定的，不要去浪费他的福气，不要糟蹋自己的福气，而且是食物不要糟蹋，不要糟蹋食物，不要糟蹋自己的福报。你要吃饭就去楼下吃啊，你干嘛让人家送你？你以为几十块钱就可以收买人的人格人格尊严了、啊，是不是？我们不干这些事情啊，我们不干这些事情了。对啊，只是很意外会被打压。中国现在最严重的外贸的外送，一单1块钱，你知道吗？1块钱才4块多啊！我不知道台湾到底外卖是一单，它外送也是拿多少钱？我真不知道，因为我没点过。中国现在搞到一单才1块人民币，4块外台币啊！你说人命贱如蝼蚁啊！在共产党的什么执政之下，又回到那个人命贱如蝼蚁的时代啊！可悲啊，可悲！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中国人依然不会主动出来反共抗俄、反共抗暴。所以说，你看，护国党说他们开始训练无人机手在中国，他们准备在中南海上空给你飞，飞无人机，金门惊死我不骗你，金门会吓死。他们说可以啊，我从金门飞可不可以？现在他们买的无人机可以飞200多公里啊，可能200多可能飞不到北平啦，北京啦啊。但是如果说从金门飞出去啊，从香港飞可能不行，从金门飞，从马祖飞，至少可以什么吓你嘛，对吧？如果啦，我们护国党从金门、马祖把无人机飞到中国里面去，我就问你啦，这个象征意义有多大？台湾又来了哇！蒋介石时代回来了，台湾要回来了。当然那是私人，那不是国军的，但是护国党他们搞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有象征意义的。在中国惊错赛嘛，是不是？好，我支持，我支持。一单基本40多块啊，一般40多刚起当上我这样，一天能送几单？我不知道啊。那你跟我也可以啊，刚了100单呢。一单40块，一天有送100单呢，也有4000块啊。可能台湾可能没有那么多单让你送嘛，是不是？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对啊，台湾无人机带来考照啊，本来就是啊，我们就做一个培训的嘛，我们做一个培训，未来也许我们就可以发照，好不好？努力吧。赖世宝欠美国人棒打，放心啦！我跟你讲，如果美军来驻台了我跟你保证，这些人就会闭嘴啦。你信不信我这句话？美军如果来驻台了，那个时候美国的政策一变，台湾这些亲共舔共者，我跟你讲，半夜 CIA 就把你做掉，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奇怪。我已经讲了，美国人对国安的问题出手是极狠的，好吧？一点都不奇怪，不是我在恐吓你。我是跟你讲事实的陈述，美国人面对这些事情是绝对不会手软的我看你有几条命来跟美国人玩，好不好？反正我觉得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们站对了方向了，而且我们的论述是对的嘛，所以一定是走在时代的尖端。美国人最后会怎么走，很可能真的照我们的剧本来演。先美军驻台，然后让台湾这块土地更加稳定之后，成为美国的海外属地，顺理成章有什么奇怪？真的啦，你们不要再说美国不要台湾了啦，那个都是很幼稚的说法。美国都要委内瑞拉了，他为什么不要台湾？委内瑞拉跟我们比什么？是不是？格陵兰跟我们比什么？川普一直在讲51州，他其实就在讲你台湾啦。其他的地方他要拿就直接拿了是吧？他有什么好宣传的？如果我是川普的，我就给你拿回来啊！
波多黎各我就拿回来啊，是吧？加拿大、格陵兰我全部拿回来，这些全部都是表演给台湾看的，让台湾说成为美国联邦是有潜力可循的，而且很多潜力正在进行中，台湾人才有信心嘛。这个才是真正川普的什么？他是什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个沛公就是台湾，好不好？沛公就是台湾。就干嘛要美国驻军要立法院同意啊？你到底懂不懂啊？美国驻军不需要立法院同意的，你们没看到吗？美国大黄蜂降落在台南机场，不需要通知你的，直接到台湾之后打开识别器说我到了，没有人敢等动。美国在台湾的所有军事行动，台湾政府无权管理啊，你知道吗？这个你们今天都不知道，到今天都不知道，难怪你们会认为美国没有办法控制台湾。我就跟你讲，到今天为止，美国对台湾所行使的他们的主权，到今天为止完完全全不需要真的你台湾人的同意，台湾政府也没有同意的。311大地震。美国撤回日本的侨民，直接进台湾的时候，不是经过你的海关，机场的那个通道不是台湾海关，是美国 CIA 的人自己成立一个通道，由美国 CIA 的管理。我就问你，为什么会这样？美国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然后他的人民要进入这个国家，由美国自己人的关卡的海关去管理，不需要当地国家，这个是什么意思？有100多种理由告诉你，你就是我的啊！但是台湾人装傻，台湾人不是不知道他在装傻，没关系，你每天装傻，我就每天提醒你啊，这个就是事实啊。2758说台湾不属于中国啊，台湾又是地位未定论啊，所以呢，你又不准独立啊。美国川普最近讲了，我不准你独立嘛，那你就是我的啊，这个东西还要讲什么，是吧？你每天装傻，我每天提醒你，好不好？连一个台湾人啊，各位，你如果连这个路数都不懂的话，你真的很丢脸，很羞耻。一个台湾的前途，美国直接告诉你，你地位未定论，台湾这么多人还不懂，还听不懂在讲什么，你真的是文盲，我跟你讲，连这到现在这种社会氛围国家的氛围都还不懂的话，你真的是文盲。台湾真的有时候很多文盲啊，所以不要被人家笑文盲，赶快来看我们的节目啊！我每天会告诉你很多真正国际的现在的趋势嘛，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哇，在台湾活的台湾人基本对世界局势一无所知，是不是啊？对啊，就是政府不会宣传啊，政府不宣传我才要宣传啊，是不是？美国本来就可以直接进驻啊，台湾就是美国的管辖，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可是台湾人故意在那边装傻，我就觉得这些台湾人真恶心，你知道吗？现实就是这样啊！我美国军机过来，你把它打下来啊，我赶你给爬来啊！你说，哎呦，来，我的领土，你侵入我的领空，我把你打下来，你试试看啊，是不是？你试试看啊，根本就做不到，那边装傻。一个国家，整个国家在演戏，我就觉得那个是支那基因。我们台湾人是实事求是，是怎样就怎样，不用再像支那的人这样把那些东西呢故意伪装成一个什么，哎呀，不问啦，是因为什么，自己给自己做解释了，没有用的，实际就是这样。什么美国驻军，刚刚有人讲说美国驻军立委会同意吗？他妈的！你真正有够戆的，你白在我这边听那么久了，到今天你都没有搞懂，美国人到台湾还要你同意啊？傻不隆咚的好了，今天都是台湾人不懂，所以我们不停的讲。很多人不知道台湾历史，对啦 ，OK 啦。是啊，就我的地还要你同意，没人敢讲啦。美国来不要你同意，什么理由？大家还都连这样的事情都还在装傻，所以我笑台湾人是刚好而已啦那个踢球，所以到这个活在台湾这个国家，台湾的历史、台湾的现状，台湾现在属于归属都不知道，你跟我红球，美国一直在明示、暗示加明示，直接告诉你还在装傻，你这不是装傻，你是真傻，好不好？好了。小哥，我这样，
加个半年瓦金啊哈，谢谢各位，今天就到这里为止，感谢各位，感谢各位。